人了，打999！我5点多来这儿，他已经是这姿势，我以为他睡着了，没在意。后来方伯来了，好奇多看几眼，原来地上那么多血。打伞。麦德吗？什么情况？这人陈伯早上5点多发现死者，开始以为他在睡觉，后来发现地上有一滩血，就报警了。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在鱼缸跟凳子上面呢，找到几个指纹，但是死者的衣领跟脖子上面却没有找到任何指纹。估计凶手行凶的时候应该是戴手套，所以踩到的都是死者的指纹。我们要回去比对后再确定。谢谢。血迹呢集中在死者的前方，相信凶手呢是从死者的背后行凶。鬼医生，能不能确定死亡时间和死因？如果照肝温来看，死亡时间应该在昨晚11点到1点。他脖子上有一条很长很深的伤痕，应该是被割断喉咙，导致大动脉失血过多致死。Madam， 我们在死者的斜挎包里找到一张身份证、没手机、没钱包，看起来像是劫杀呀。死者只是来钓鱼，按常理身上应该不会带很多钱。就算凶手真的是等钱用要抢劫，死者体型这么健壮，应该不会选他来下手。而且照古医生所说的，凶手是从后面一刀割喉，落刀这么狠，似乎要取命多过取钱，绝对不是劫杀这么简单。Madam， 这附近的垃圾桶都找遍了，找不到任何可疑的凶器。凶手没有留下凶器，要么就是包着带走，再不然呢就扔进海里，一了百了。找挖人。Yes, Madam。死者何广福，男性，33岁，表面看来没有任何挣扎过的痕迹。致命伤是前颈大动脉被割断，失血过多致死，伤口有17公分长。但是死者这么强壮，不可能遇到袭击一点反抗都没有，轻易被人制服啊！用紫外光照照。头部真的有淤痕，应该是用手捂着他嘴造成的压力痕。照这么看来，凶手有可能用哥罗芳迷晕死者，等他没有了反应才下手。如果这些是属于死者的，他的头皮可真多。怎么样？这块皮屑呢，是在斜挎包的拉链上面找到的。其实这个包包的设计一点都不好，你要伸手进去拿东西呢，一定会刮手。这个月22号在西贡码头发现那宗谋杀案呢，证实了死者叫何广福，33岁，未婚，是驻守在柴湾消防局的消防队目，刚刚完成1年在北京交流课程回来，现在还在休假中。我问过他的上司和同事，说他平时喜欢踢球，晚上喜欢钓鱼，生活很健康，是个老好先生，没什么特别。他报的住址是贼鱼冲，我们问过的街坊，他们说平时就算见面，也只是打个招呼，很少说话。我查过他的财政状况，正常，没有欠债。死者全身没有任何挣扎痕迹，致死原因是大动脉被割穿，失血过多致死。阿琛在死者的口腔里面发现的紫色纤维，经过化验之后，证实有残余的哥罗芳成分。
又是紫色纤维。没错，我们把这条纤维跟上次在九龙城被杀的聋哑女子李美琪身上发现的紫色纤维做过比对，无论成分和纺织密度都是一样。在死者何广福的外套上面发现大量的头皮屑，全部都属于死者。但是在死者包包拉链上面的皮屑就不属于他。那会不会是凶手留下的？有可能，因为在包包里面，除了在暗格里发现死者的身份证之外，没有找到手机或者钱包之类的财物。这块皮屑可能是凶手伸手进死者包包拿他财物的时候，被包包拉链刮到留下的。这样就能验到 DNA 了。没错，经过 DNA 测试，虽然不属于任何有记录的罪犯，但是也找到了比对。难道又是跟李美琪的案子有关？这块皮屑的 DNA 跟杀李美琪、黄妙长的凶手的 DNA 是完全吻合的。就是说，这3个案子有可能是同一个凶手做的。阿琛在死者何广福的头皮上面刮下来的皮屑，经过化验证实呢，是灰白色的糠笔状鳞屑，上面呢还有一些卵圆形的糠笔孢子菌。死者应该是患了头皮糠疹，中医叫做白屑风，病征呢是头皮上面会有白色和灰白色的鳞屑，会很痒，严重的还会掉头发。你们过来一下，在死者李美琪和小柔身上找到的碎头发，根据上面的化学成分，可以分为2种。第一组碎头发的表面有活性剂、吸油、调节剂、珠光剂、香料和胶原蛋白，这都是普通洗发水的成分。这种洗发水都是来自李美琪常去的 QC salon。而在另一组碎头发上面找到皂角、首乌、人参、姜汁、薄荷，还有侧柏叶，这些全都是中药啊。而其中的洋甘菊、杏仁精华、松红梅、氨基酸、可可巴油这类物质呢，都是针对舒缓敏感、痕痒、溶解毛囊油脂、保湿防燥的头皮屑问题。之前你们化验过的碎头发是来自不同的人，所以我们才估计凶手是一名发型师。照这么推断，第2组碎头发的化学成分这么特别，不像是一般的沙龙。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来自用中药来护理头发的专门店。指向性这么明确，要查不难啊。全靠你了。我们查到港确实有间专门店，标榜以中药配方来做洗头水，专治脱发和头皮过多的问题。2位是不是来护理头发？西九龙重案组，我们向你提供一些资料，协助调查最近发生的3宗凶杀案。凶杀案？2位这边请。请问这里有没有发型师？哦，发型师我们没有，因为我们不是剪头发的，主要是帮客人护理头发。不过有时候也会帮客人修剪一下，所以有的伙计呢也有剪发的经验。阿琛在死者的口腔里面发现的紫色纤维，经过化验之后，证实含有残余的哥罗芳成分。我们把这条纤维跟上次在九龙城被杀的聋哑女子李美琪身上发现的紫色纤维做过比对，都是一样的。他大概高1.8米，但是戴着帽子，而且戴着口罩，看不到他的长相。那顶帽子是谁的？哦，是耀中的。他就是你说的有经验的发型师？是啊，需要修剪头发的客人都会交给他做，但是他没上班。为什么？哦，他这几天有点伤风感冒，戴了口罩好几天还没有好。我怕他那样子赶走客人，干脆叫他休息几天，等好了再上班。你应该有他的联络地址、电话的。有。
你知不知道他跟什么人一起住？他来了半年左右，有时候听他说好像有个老婆和女儿，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已经死了。他现在自己一个人住。那，这是他地址。仔细看看。是。开灯。我还以为这个张耀忠变态的要买大送小呢。要尽快把他找出来，我怀疑他精神有问题。放这种假人在家里还睡在一起，想起来都觉得可怕。福宁香堂，就是邓吉做装修的那间，就是李美长遇害的父亲。是啊，还捐了500块香油钱，这个变态佬真的要求神保佑啊！他今天特地跟老板请假，但是又不在家，难道有什么特别事要去做？9月10号，是不是李美长遇害那天？是。26号就是今天。他老板不是说他老婆死了吗？我知道去哪儿找他。是他，张耀忠。还有办地址，我们是西九龙重案组，怀疑你跟3件凶杀案、1件伤人案有关，麻烦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本来我有儿有女的。加起来是个好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爸爸，就是那个混蛋没有救我女儿，我女儿活活被烧死了。我老婆为了女儿那件事天天都哭，后来还得了抑郁症，看了医生，医生开药给她吃，但是她又怕药影响胎儿，吃了一半又停了。过了半年之后，有一晚她犯病了，吃了1瓶药，一尸2命。张耀忠在半年之内死女丧子亡妻，3条人命，这么大的创伤根本不是一个平凡人所能承受的，所以我绝对有理由相信他已经患上了 PTSD， 是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他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失调的后遗症，但是因为没人辅导，所以思想开始有偏差，导致他行为走向极端。就因为这样，这件毛衣织了一半就停了。宝宝没出事就跟妈妈走了。不应该死的，还有我女儿猪猪啊，那么小也不应该死的。为什么这个世界好人没好报？他们没做过坏事，为什么要死？就是这个混蛋害死他们3个的，这个混蛋他该死。你口口声声说的这个混蛋，就是救了别人女儿而没救你猪猪的那个消防员何广福，就是你杀的3个人之中的其中一个，对不对？是啊，他该死啊！他害死了我老婆，害死了我女儿，还害死了我儿子。我现在要他做垫背，血债血偿。猪猪死了之后，我怎么也找不到他。哈哈，原来这个世界有报应的。有一天，他自动送上门，到我们店里说治头皮。又多，朋友介绍说这里可以治得好。我是一名消防员，去了北京1年，可能不适应那里的干燥天气吧。现在头皮越来越多，有时候痒得我连睡觉都睡不好。何先生，请进来。他竟然自己送上门，看有什么问题？想不到老天也看不过去。
给我一个报仇的机会。跟了他1个礼拜，知道他原来有晚上钓鱼的习惯。那晚注定他不走运，钓了1个钟头鱼，1条鱼也没钓到。我就不一样了，我运气好，等了这么久，终于钓到这条大鱼。老天都来帮我，让我碰见他，注定他该死。你为了报仇而杀死何广福，这一点我可以理解。但是另外那2个女孩呢？行动不方便的黄妙长、聋哑人李美琪，这2个人跟你毫无关系，没有害过你的家人，为什么你要杀死他们？手段还这么残忍。他们全都该死。就说坐轮椅那女人，连人带椅撞在人身上，这跟在街上开车撞人有什么分别啊？她干脆死了算了。我记得那天是9月10号，是猪猪的死忌。我刚刚办完他出来，就看见人家一家3口开开心心的去逛街。本来我也可以的，我还一家4口呢，比他们还开心，比他们还幸福。可是现在，只剩下我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人家女儿吃雪糕，我女儿呢吃元宝蜡烛香啊！喂，你看着我干嘛？他的轮椅撞了我，才撞到你的。你有没有搞错啊？没腿就别上街嘛，碍手碍脚的。你说什么？老天也替猪猪不值，所以特地送个人给我，用来记他，让他好过一点。我看到坐轮椅的女孩，我就立刻想起跟猪猪一起学画画，后来被那个混蛋救出来的阿宝。我很生气，为什么他可以没事，但是我的猪猪就要死？我越想气越不顺，就偷偷跟着那个女孩。那个女孩去菜市买了菜，我就远远跟着她。没多久，我就看见之前那个男人。连那个男人都想杀他，一脚把他踢倒，但是还不够狠，没杀他就掉头走了。怕什么？他不行，还有我呢，让我来吧。谢谢。我在附近找了一间废屋，就拖那个女人进去喽。谁知道她突然醒了，还发疯似的抓我的脸。妈！我一气之下就马上解开皮带来抽他。那个男人说的对，像他这种人真是害人又害己，害得我失去了儿女，失去了老婆。他们把我害得这么惨，我现在要他们尝试什么叫惨，什么叫痛苦。我就要他偿命。你也很残忍啊，这样对一个不良于行的女孩。残忍？我现在失去了女儿，我老婆和儿子都死了，我现在家破人亡啊！残忍？是谁对我残忍呢？就是这种人了，他们个个都该死，他们个个都该死啊！ PTSD 这个病，患者可以在大便之后的几个月甚至几十年才会并发，而他们的创伤记忆就会储存在程序记忆里面，就像张耀忠这样，他因为看见邓吉踢倒黄妙长而触发这个病，才引致这么凶残变态的行为。邓吉这脚踢得真够重的，不但间接累死黄妙长，还直接把张耀忠的心魔踢出来，好端端害死2条人命。张耀忠已经是完全的心理变异，对他这种人，根本就不可以用正常的心理去推测。如果这次抓不到他，真不知道还有多少个受害者。你觉得黄妙长撞到人，他做错事你要杀他？那李美琪呢？你为什么要杀他？他自己找上门，要死不让他死啊！要不是他过来问我路，拿张写好地址的纸条给我看，我还不知道他是个哑巴。还有被你打伤的那个梁小柔呢？他不是见义勇为想救人，难道也错了吗？他错在鸡婆八卦喽，自己冲过来赔死。他的手残废的，这种人干脆死了算了。不过这个八婆走运，刚好有个收破烂的经过救了他，要不是那晚他早就死了。你失去的家是很惨，可是谁也不想啊，那些都是意外。但是你这样乱杀人是蓄意，是人为，你真的觉得你自己没做错吗？没有，这种人个个都该死，留在世上害人又害己，我绝对没有做错。我开始有点明白，其实心理变异会有迹可循。就拿张耀忠为例，他选的下手对象其实有共通点，有原因。只要我们知道他们心理变异的原因，加以剖析，其实可以推测出来。你现在说的，已经不是一般吉凶的技巧认知，而是属于犯罪心理描绘的范畴。
我认得你，你是没死的残废人呐！你这种人呐，害人害己，干脆死了算了。你在这儿说什么？你口口声声骂有残疾的人害人害己，其实最危害社会进步的，就是你这种思想偏激的人。就说黄妙长和雷美琪，他们残而不废，心智正常，对社会有贡献。而你呢？你表面上是一个四肢健全的人，其实你才是心理不平衡、思想扭曲，你才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废人。其实你这种人才最可怕、最恐怖，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你应该在监狱里过下半辈子，让你不能在社会上害人害己。你神经病！为了这种人骂我，我说你们个个都错了。对与错不是你说的，让法官判吧。